温情真的是要被气笑了，道：你怀孕了2个月半了，已经快3个月了，你还敢给我不吃不喝5天？魏无羡一听，忽然觉得五雷轰顶也不为过，脸色苍白的笑了一声：温情，你别开玩笑。温情冷哼了一声，道：我拿这事给你开玩笑？魏无羡哑口无言，他这辈子就和那个人稀里糊涂的上了一次床而已啊，怎么就能怀孕呢？温情问道：孩子谁的？魏无羡消化了一会，倒也冷静下来了。这孩子他妈的肯定不能告诉他说是蓝忘机的呀，不然的话，人家韩光君的清白都毁了。过了好一会，魏无羡才开口说了一句话，语气没有任何的起伏，直接问温情：这孩子不要行吗？这下倒是温情愣在原地了。魏无羡无声的苦笑了一声，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底都苦涩，摸了摸自己还平坦的小腹。他怎么要啊？这个节骨眼上，他护不住啊！温情皱着眉，手臂环胸，就这样看着魏无羡，声音冷冷的下了个定论：不行。魏无羡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肚子，眼里闪过一丝温柔的情绪，嘴上却是说：那温情，这个孩子生下来怎么养啊？温情看着伏魔洞中简陋不堪的摆设，就连魏无羡下面睡的这张床都是石头，只是简简单单的铺了个毯子而已。在听着魏无羡无奈悲凉的语气，忍不住轻轻的红了眼眶。魏无羡低着头继续说道：这个孩子生下来养不活的，我护不了他。温情当然知道魏无羡指的是什么，现在是紧要关头，魏无羡又怀孕了，仙门百家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开始来围剿魏无羡了。这个孩子温情当然知道留不得，但是魏无羡怀了呀，难道真的要把他给扼杀在腹中吗？说实话，温情不忍心，他确实也下不去手。魏无羡摸着自己的肚子，眼里都是自己没有察觉到的温柔，不知为何又想到了那一抹俊雅的白。男人每次都喜欢冷着一张，明明长得这么好看，就是不笑一笑，每次见都是冷冰冰的样子，但是穿白色就是很好看，就真的好像不食人间鲜火的仙君一般。那么狄仙的一个人，怎么就稀里糊涂和自己上了床呢？现在好了，肚子里又揣了个崽子，不可以让那个人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。魏无羡不想让他染上红尘。他15岁认识蓝忘机，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姑苏双璧的小公子确实是名不虚传，本来以为2个人能做朋友的，结果谁知道事情演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温情看着魏无羡不断摸着自己的肚子，到底是不忍心，道：坤泽打掉孩子是非常伤身体元气的，你现在身子骨本来就弱，如果把这个孩子打掉的话，你的身子就真的大不如以前了。魏无羡喃喃自语：那怎么办呢？温情看着魏无羡铁了心的模样，劝道：要不你就把他生下来，万一他能活下来呢？魏无羡摇了摇头，起身从床上下来，随意的披了一件外袍，道：温情，你劝我没有用，你比我都清楚这个孩子到底能不能留着。温情不说话了。魏无羡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道：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吧，准备准备，我什么时候都可以。温情声音有些哑：你认真的？魏无羡点了点头，下了逐客令：认真的。温情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。温情有一些恨铁不成钢的看着魏无羡，到底是没说什么，转身离去。魏无羡打量着自己伏魔洞里的一切，简陋的茶具，简陋的石床，床上只有一条简单的毯子，连一床驱寒的棉被都没有。他又低下头，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他那里有一个小生命，不过过几天就要亲手这个小生命扼杀了。孩子，你不要怪爹爹好不好？爹爹不想你来到这世间就受尽苦难，有可能一出生就被……后面的话魏无羡就说不下去了，桃花眼通红，看起来好不可怜。魏无羡这几天就一直住在伏魔洞里，温情让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不让干什么就不干嘛，也不说话，也不笑了，就是时不时的就会摸着自己的小肚子，虽然并不会摸出什么。终于在魏无羡这几天的安分下，温情允许他出去转一转。魏无羡一听也没有拒绝，简单的穿了一件黑色的衣袍就转身出去了。魏无羡没想到自己刚出夷陵就碰上了韩光君，蓝湛怎么还在这里呀？但是魏无羡看见蓝忘机到底是开心的，因为他在这里就闻到了那清淡好闻的檀香，只属于蓝忘机的馨香，莫名的让他十分安心。
蓝忘机看着面前的人，那一双波澜不惊的浅色瞳孔闪过一丝涟漪。魏无羡对着蓝忘机挥了挥手，然后俏生生地喊了一声蓝湛、韩光君。因为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孩子，魏无羡不敢又蹦又跳的，免得在这大街上出了什么意外。蓝忘机对着魏无羡抬了抬头，特别轻的了一声。魏无羡小步跑过去，脸上带着开心的笑，问道：蓝湛，好巧啊，我又碰到你啦。蓝忘机了一声，看着面前的人好似又瘦了些，蓝忘机没忍住问道：你过得还好吗？魏无羡点了点头，道：过得好极了，特别好。蓝忘机又了一声，魏无羡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，两个人的就僵持在哪里，谁也不说话，但是气氛却显得格外的温馨。还是蓝忘机先伸出手，轻轻地把魏无羡脸上的头发别在了耳后。魏无羡眨了一下眼睛，轻轻地笑了。蓝湛，我们这算不算私会呀？不对，我们没在一起，那里来的私会？魏无羡说到最后自己都笑了。蓝忘机也不吭声，两个人就这样并肩往前走，一黑一白倒是显得格外的和谐。一阵风吹过，就连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个都没注意到，他们散在身后的头发被风吹得纠缠在了一起，好像怎么纠缠都纠缠不清一般。魏无羡走得有些累了，看了看时辰，他也要回去了。他自从怀孕了之后就一直穿着宽松的衣服，再加上他也没显怀，倒是看不出她怀孕了。蓝忘机看出他的倦意，道：可是累了。魏无羡呼出一口气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他的身子骨确实不如以前了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也不知道。蓝忘机道：去休息。魏无羡摇了摇头，道：我得回去了，不然温情又要气了。蓝忘机也没拒绝，道：我送你回去。魏无羡摇了摇头，看着蓝忘机俊雅的面容，又轻轻地笑了，道：蓝湛，你抱一下我吧。孕期的坤泽是最需要前缘信息安抚的，但是魏无羡从怀孕或者怀孕之前，他都没有得到自己前缘的信息安抚。虽然蓝忘机现在不是自己的前缘，但是他们好歹都做过了，抱一下用信箱安抚一下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吧。蓝忘机有些惊讶，似乎是不敢相信魏无羡会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但是他还是伸出胳膊，把过分清瘦的坤泽抱在怀里。忽然，魏无羡发现自己的肚子轻轻地动了一下，魏无羡在蓝忘机的怀里僵着身子不敢动。